最大的假球案件，也是最为人所知的黑象事件。Hello， 大家好，我是 Ikey， 欢迎来到 Ikey 刚好你在。这个礼拜呢，其实我们棒球圈发生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就是我们前职棒好手，他叫做张志佳。那他在2024年的1月1号元旦当天被发现，他沉尸在他自己的家中。那死因呢，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确认他到底是心肌梗塞还是脑梗，就是这个部分是还没有办法确定的。为什么我们会对于就是张志佳选手他身亡感到非常的震惊？我这边稍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张志佳这位选手，他今年43岁，绰号叫张九九。那他以前的守备位置呢是投手，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应该是2011年世界杯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在世界杯的表现真的是太亮眼了。然后他后来还被找去日本职棒的西武士队，他在日本职棒打的成绩也非常的好，而且他很厉害哦。他甚至还出过唱片，然后还发行了个人的自传。除了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投手，跟他在世界杯的亮眼表现以外，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台湾职棒的黑历史打假球事件。也因为他的离世，所以呢，这礼拜也有一堆人在讨论以前发生的假球事件。没错，我们这节主题其实不是要讲张志佳，我们要讲的是大家最不想面对的台湾假球案。其实台湾假球案呢，是一个中华职棒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虽然说我们可能现在看到，台湾职棒其实蛮好的啊，就是有蛮多的观众在看，然后也有带来很大的商机，然后这个市场也在进步。但当时台湾假球案的发生，真的是让所有的球迷都心碎了。这边来稍微跟大家简述一下，中华职棒历史上总共有分为6次的假球案。第一个是黑虎事件，那黑虎事件是在1995年职棒6年的时候，当时啊有人说联盟跟球团其实都有刻意的去隐瞒事实，而且当时的媒体传播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当时这段打假球历史其实非常少人去提起。再来就是隔年的黑鹰事件，黑鹰事件是在1996年职棒7年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这个时期才是我们中职打假球事件最大的爆发。这个引爆点是来自于兄弟象他们在4连胜之后输球，他们遭到黑道的挟持，然后被质疑说是不是有在比赛中就是放水打假球，然后所以球团才向警方去报案这件事情，才让中职的假球摊在阳光下。那这个黑鹰事件其实涉案的人真的非常的多，所有球迷一度对中华职棒失去了信心，当时还造成了时报鹰、三山虎还有味全龙队，他们都先后解散，因为太多人参与在其中，太多人打假球了。我是听到可能比较资深的球员或是教练，他们会去口述当时的状况，他们说到他们是真的被黑道威胁，一定要打假球，可能会有一些生命危险啊，或者是他们的家人会因此而受伤害，如果不打假球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他们是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他们被黑道威胁去做这些可能会违反他们自己的职业运动精神或是运动道德的事情，就觉得真的很无法让人想象再来是黑熊事件，发生于2005年职棒16年的时候。再来是黑金事件，2007年职棒18年的时候。那这个黑金事件其实也造成隔年中信金的解散，如果比较资深的球迷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再来是黑米事件，2008年职棒19年的时候。那黑米事件呢，其实就是他们在侦查以前有一支队伍，他们叫做米迪亚暴龙队。对于黑米事件，大家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周思齐这一位球员，他在后来的一些节目上的访谈，可以听得出来他对于黑米事件是有多少的无奈。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中职最大的假球案件，也是最为人所知的黑象事件，在2009年职棒20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黑象事件假球案是整个中职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多球迷心碎的一个黑暗事情呢？兄弟象其实算是我们中华职棒很具代表性的一支球队，当时有非常多知名的球员涉入其中。像在影片中的开头有提到，今年离世的张志佳也有涉入其中。那里面还包括了黄金3剑客的陈志远，还有旅美好手曹景辉、黄金潜水艇廖宇成，甚至当时兄弟的总教练钟路生也都有承认他有参与其中。当时外号雨刷的地下赌盘负责人蔡正宜，那其实他透过退役职棒选手黄俊忠还有庄佑麟等人作为白手套，和现役选手进行联络，可能就是以买车啊、金钱啊、喝花酒还有性招待的方式，然后去收买选手打假球，借以操控比赛。
然后让蔡正英等人在地下赌盘上进行获利。这件事情牵扯到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除了我刚刚说到的一些兄弟象的球星以外，还有一些蓝牛熊的球星，所以这真的令球迷真的非常的失望。这很合理嘛？因为大家不会花钱进场去看你打一场假球啊，你打假的谁要看啊？我先说明一下，在2019年那个年代，其实资讯科技还是没有那么的发达，生活上是没有这么多的休闲娱乐，看棒球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休闲娱乐了。那当时其实真的也有很多球迷，可能在平日或是假日，或是任何一场比赛，都会拿着加油棒啊、吹汽笛啊，情绪激动的帮场上的球员加油，但却爆发出来的这种假球事件，真的没有任何一个球迷可以这样接受。那我们话题又回到了这些有涉案的选手们，我先来说明一下张志佳。其实一开始他是否认他的行为跟行径的，但最终他有坦诚向赌盘的负责人蔡正宜的雨刷集团借贷买车。当时检方认为张志佳其实他拿了佣金报酬，但却不配合打假球，被大家批评他是最恶劣的球员。简单来说，他就是拿了钱但却不配合，他的职棒之路当然就因此中断了。而且只要打假球是被中职宣布永不录用。那其实我们棒球迷其实会很难过啊，因为他曾经是我们国家队的英雄，他在世界杯的表现这么好，然后他在日本职棒西武狮队又打出一个这么好的名声，这么好的成绩，但他却因为打假球这件事情自己断送自己的路，我们就会觉得真的蛮可惜的，怎么会去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再来我们来说一下黄金3剑客的成员之一陈志远。陈志远啊和恰恰彭正明，当时他们真的是2大兄弟象的看板球星。他在巅峰时期的时候，其实表现也真的是非常的亮眼。一审的判决最终是判他总共打了4场假球，那每一场拿100万，然后其中成功了3场，所以他有300万是靠打假球赚到的。我就会觉得，哇，有必要这样吗？确实100万在当时算是大金额，但其实我想问一下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你们真的会为了100万去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违背自己的运动道德去做这件事情吗？我不知道他可能有什么困难或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不会。再来我们来说明一下旅美好手曹景辉。曹景辉其实他就是有跟蔡正宜然后吃过很多次饭，他因此遭到了检调单位的就是强烈的怀疑，但最终会因为就是证据不足，所以他并没有遭到任何起诉。他始终都声称他并没有打假球。他最后透过律师说明，就是他交友不慎。但兄弟球团其实对于曹景辉的行径，他们最后还是给他开除不续约的处分。其实也是真的很难过，因为这位曾经就是站上棒球最高殿堂的男人，他曾经打过 MLB 哦，而且还登上2次。那他今天也是落成这个下场，也变得没有球可以打。再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人，黄金潜水艇廖宇成。为什么他会叫黄金潜水艇呢？原因是因为他是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下钩投手。除了黄金潜水艇这个称号，当时他们甚至称他为假日潜水艇。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假日飞刀手陈奕迅吧？当时就是因为陈奕迅很强嘛，那他是假日的票房保证，就是我们假日就是要派他出来，因为他可以拯救我们的票房，然后加上会有很多的观众跟很多的球迷进场来为他加油，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廖宇成当时是有多么受重用。他都被教练刻意安排在假日出赛，表示他真的也是一个很厉害的选手。那他最终也有承认他是有收钱打假球的。那其实我来说自己的感受好了，我先说我是2000年出生的，那我看球的资历其实应该也蛮长的，我从6岁到现在23岁，我还是持续的有在关注台湾的中华职棒。我也知道当时黑象事件对大家造成的影响，因为当时我真的是从很多人进来看球，到完全外野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蛮不胜唏嘘的。可是我想要说明一下，当时的我可能会觉得打假球那些球员真的是很糟糕，很该死，每一个都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但现在长大了，我会比较去理性的思考。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因为毕竟我不是那些球员嘛。在很多球员的自白中，他们会说到有些人是真的被威胁打假球，有些人被威胁说，如果你不打假球，我就可能伤害你的家人，或者是如果你不打假球，我就怎么做。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会觉得其实打假球，当然球员本身的问题还是最大。但其实还是有很多面向可以去探讨，包括立法制度，我们是不是有真的好好的规范好法律关于赌博之类的这些事情，或者是球员的薪资结构。我有看过一个影片，他在说洪一中总教练当时在当国家队教练的时候，他一个月只领4万块薪水，这样的薪水。你们可以懂我想表达什么吗？还有球队的管理方式跟球团体系，其实真的有很多面向可以去看打假球这件事情。经过这次的假球事件，政府也有立法去防范类似像这种假球事件的再发生，像他们回去协助球团，然后成立2军，然后或者是有更完善像运彩制度的产生，就是因为这样。我这样一路看下来，我真的很开心，中华职棒其实它真的有慢慢在进步。我相信很多球迷一定也可以感受得到。我还蛮喜欢我看到有网友在网络上分享的一段话，他说其实对于假球案这个事件，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去讨论的，
因为一定有自愿去做这件事情的球员，那一定也有被迫去做这件事情的球员，一定也有在环境下受到压力，然后没有办法拒绝去做这件事情的球员，有太多种例子了。那在影片的最后，其实我想要传递的观念是，觉得我们不能忘记以前的伤痛，那我们也是要持续的进步，希望这个市场能够变得更好，希望台湾能够有更多人喜欢棒球，我觉得这还是我今天想拍这支影片的初衷。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说你对于假球案事件的看法，也可以留言你们还想看我拍什么样的主题。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